大家好，我是社长。今天我们来聊 ChatGPT 这个名字，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它的讨论。ChatGPT 呢，是美国 OpenAI 公司开发的一款智能聊天机器人。自去年11月份发布以来，在短短2个月时间内，月活跃用户就达到了恐怖的1亿。在1月份，平均每天使用 ChatGPT 的人达到了1300万，与12月份相比，直接翻了1倍。成为了目前人类历史上用户增长最快的应用程序。它不仅能非常逼真的模仿我们人类语言习惯和我们进行对话，甚至在很多领域还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工作处理能力，什么编程写文案创作音乐电视剧等等，还有什么写论文甚至还有心理治疗师等等。总之这就是一个全能而且高效的智能机器人。但是它的出现也让很多人再一次陷入了人工智能的恐慌当中。我们真的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吗？让这个问题再一次出现在了我们人类面前。2022年11月30号，美国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知名企业 OpenAI 对外宣布正式推出他们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这个 ChatGPT 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软件应用程序。OpenAI 于2015年由马斯克、山姆·奥特曼、里夫·霍德曼等联合其他多名投资人在旧金山成立。最开始只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实验室，主要用于开展 AI 研究。目标呢是开发友好的人工智能，从而造福我们全人类。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马斯克就宣布退出了这家公司，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特斯拉的总裁。作为全球知名的车企，特斯拉一直以来在汽车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也非常出色，所以考虑到两家公司同样涉及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和开发，未来可能会存在某些方面的利益冲突，所以马斯克主动辞掉了他在 OpenAI 的董事会席位。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 OpenAI 又获得了微软的10亿美元投资，同时也宣布从之前的非盈利性转为封顶盈利性，利润封顶为投资了100倍。直到2020年 OpenAI 发布了一种通过互联网数据训练的 GPT 语言模型，这个3呢就是第3代的意思。这种语言模型可以实现流畅的回答人类提问，而且它还可以按照指令要求完成即兴文章。2021年他们又推出了一种深度学习模型 DALL-E， 这种模型可以实现将我们人类语言的描述转换成数字图像。所以在2022年12月的时候， OpenAI 就在这2种模型的基础上推出了现在这款 AI 聊天机器人。凭借能实现非常逼真的模仿我们人类和我们进行对话，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这一系列的核心功能在全球开始病毒式的传播。根据 Sensing Tower 数据统计， ChatGPT 推出后仅仅5天，注册用户就超过了100万，后来甚至在短短2个月内，月活跃用户就达到了恐怖的1亿，创下了互联网应用程序用户增长的最快纪录。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这样说吧，大家熟悉的 TikTok 在当时全球推出后，用了大约9个月的时间才达到了1亿用户，而 Instagram 更是用了长达2年半的时间才达到这个数据。不久前，一位瑞银分析师说，他在互联网领域20年的工作经历中，从来就没有看见过一个互联网应用程序的增长速度能像 ChatGPT 一样恐怖。当然 ChatGPT 能创下用户最快增长记录，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从去年10月份发布以来， ChatGPT 都是免费向用户开放的，一直到这个月初，也就是2月1号才推出了付费订阅的 ChatGPT Plus 服务，据说每个月的订阅费用是20美元。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免费新奇的事物，那谁又能拒绝呢，对吧？但是这并不是让 ChatGPT 如此火爆的主要原因，而根本原因是在于它强大的功能。除了最基本的与人聊天、写诗歌、论文、制作音乐、电视剧等等，它还能非常逼真的模拟人类的语言方式与我们进行对话，类似于一个搜索引擎一样为我们答疑解惑。在 ChatGPT 推出后，微软看见这恐怖的用户累计速度，当即决定向 OpenAI 追加了100亿美元的投资，就是为了能让它的搜索引擎必应得到 ChatGPT 的加持，增强面对谷歌的竞争力。所以我看网上有很多人说 ChatGPT 其实就是一个搜索引擎，对此我个人并不太赞同这个观点因为在我看来 ChatGPT 更注重的是一个交互性。
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学识渊博的朋友。我们可以向他提出问题或者请求，他会按照我们的语言模式理解你的问题和请求，然后再模仿我们的语言模式组织语言给出他的答案。当然，他答案中的信息肯定也来自于网络，关键就在于他将网络上有用的信息按照我们人类的语言模式或者说语言习惯吧，融合成符合我们问题的答案。而这正是普通搜索引擎并不具备的功能。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些都只是 ChatGPT 最基本的功能，而除了这些最基本的能力以外，令人最不可思议的是，谷歌程序员肯尼斯·古德曼针对 ChatGPT 进行了一项测试实验。他用 ChatGPT 同时参加美国多种考试，在这些考试当中 ChatGPT 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在美国 MBA 的考试中取得了 B 等级通过，在美国医学执照考试和律师资格考试中以总分 70% 的得分通过了考试。在另一项叫多州职业责任测试的法律考试中，同样以总分 60% 的得分通过了考试。而且在参加法学院入学考试的几千名考生中，他的成绩排名第40位。在纽约州的高中化学考试中获得了78分。还有什么会计师等级考试啊，什么 C 语言等级考试啊等等。随着 ChatGPT 在各种领域的突出表现，也似乎让我们的社会再一次陷入了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恐慌当中。著名哈佛商业的评论员伊桑莫里克教授说， ChatGPT 的出现意味着人工智能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们正在逐渐接管世界。马斯克也在推特上评论说，危险强大的人工智能已经距离我们不远了。对此，作为 ChatGPT 开发者，来自 OpenAI 公司的人工智能研究员奥特曼说，我们同意在人工智能意义上接近危险强大的人工智能，它会带来巨大的网络安全风险。我认为我们可以在未来10年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通用人工智能，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这种风险。这些知名人士的言论从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许多人对于人工智能会取代我们人类的恐慌。其实这种恐慌并不是现在才产生的，而是伴随着人工智能这个概念的诞生而与生俱来的。早在20世纪上半叶，从《略仙踪》里面那个没心没肺的铁皮人开始，到后来弗里次郎的科幻电影《大都会》中模仿玛尼亚那个人形机器人，这些新奇的事物的出现，在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思想中开始逐渐融入智能机器的概念。而英国计算机学家艾伦·图灵就是这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当时他正在进行一项计算机的理论算法研究，可能是出于好奇心，让他脑袋里忽然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人类可以通过外界的可用信息或者推理和假设来解决问题，那么机器为什么不行呢？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于是他在1950年发表了一篇叫《计算机与智能》的论文。在论文中，他讨论了如何构建智能机器以及如何测试它们的智能。人工智能这个概念也由此诞生。这样看来，好奇心可真是个好东西。我代表世界感谢好奇心。后面我们会有单独一期视频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这神奇的好奇心。虽然提出了这个概念但是当时的计算机并不具备成为人工智能的先决条件，因为当时的计算机只能执行命令，无法储存命令。简单来讲，就是你可以告诉他怎么做，但是他不记得自己是不是做过了和到底做了什么。所以由于这些条件的限制让艾伦·图灵一直没能开始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直到1954年，他因为忍受不了当时社会的迫害，选择了自杀。艾伦·图灵至死也都没能开始自己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至于他为什么会选择自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我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赘述了。只能说当时那个畸形的社会确实不配拥有这样一位天才。虽然2009年当时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对艾伦·图灵当时受到的不幸遭遇做出了公开道歉，但是似乎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只不过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曾经有一位天才科学家死于那个黑暗的社会的谋杀。而艾伦·图灵离世2年后，也就是1956年，美国计算机学家约翰·麦卡锡在达特茅斯夏季人工智能项目研究会上展示了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智能程序逻辑理论家。这个程序主要是可以模仿人类执行自动推理。这次会议聚集了当时各个领域的顶尖研究人员，也正式开启了对人工智能的开放性讨论和研究。人工智能这个专业术语也是在这一次会议上由麦卡锡提出来的。可以说这是一次改变人类历史的会议，因为从这一次会议之后，人工智能就开启了它蓬勃发展之路。从1961年新泽西州通用汽车厂装备线上工作的第一台工业机器人通用机械手，到1965年问世的第一台聊天机器人伊丽莎。
再到后来1977年上映的科幻电影《星球大战：新希望》里面那个通过电子 BB 声与人交流的人形机器人，1986年由奔驰研发的能在空旷的街道上以高达1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的人类第一辆无人驾驶汽车。2011年 Apple 发布了 iPhone 用户的语音控制个人助理 Siri。2016年第一个机器人公民索菲亚诞生。 My name is Sophia, and I am the latest and greatest robot from Hanson Robotics. 2017年在围棋界一战成名的 AlphaGo， 最后再到如今风靡全球的 ChatGPT、VR、元宇宙等等。可以说这每一步都标志着我们人类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取得的伟大突破。当然也正是取得了这些优异的成果，才造就了如今的大数据时代。现在人工智能在科技、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都逐渐崭露头角，可是我们人类却慌了，而且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伴随着人工智能的逐渐强大，这种恐慌感越来越强烈。最明显的一次还要追溯到2015年那场来自 AI 的警告。当时全球3000多人联名签署了一封关于人工智能研究的公开信，其中包括著名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和全球著名企业家马斯克。他们强烈要求禁止以战争为目的而开发的人工智能武器。如果这一次联名禁止只是我们人类忌惮于人工智能在战争中能对我们产生的毁灭性，那么真正引发我们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这种恐慌感的，应该就是2017年。当时在围棋领域象征着我们人类最高水平的围棋手柯洁将迎战谷歌人工智能机器人 AlphaGo。 当时这场世界大战在全球受到了万众瞩目，因为这意味着是我们人类与人工智能的第一次正面对决。我还记得当时赛前有很多人认为，在这场属于我们人类的游戏中，人工智能注定是落败的那一方。但是至于结果，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最终 AlphaGo 3-0获胜。这个结局让很多人开始意识到，人工智能可能在某些方面已经逐渐超越了我们人类。后来随着智能语言人工客服越来越常见，工厂自动化流水线越来越普遍，无人驾驶技术越来越成熟，可能这些才是我们人类真正开始恐慌的原因。因为我们明白了以前我们人类所做的工作，原来人工智能也可以，甚至比我们人类做得更加出色。于是我们越来越多有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变成了人工智能会对我们人类造成威胁吗？它会取代我们人类吗？甚至导致我们人类灭亡吗？这一线问题，与其说这些问题源于我们人类对人工智能的忌惮，还不如说是对我们人类未来的迷茫。不久前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表的一篇关于自动化时代劳动力转型的最新研究报告中，预测了到2030年全球将会有 30% 的工作实现完全自动化，到那个时候将会导致全球8亿工人被机器取代，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基础制造业大国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但是就像最近风靡全球的 ChatGPT 一样，可能未来的人工智能会代替律师走上法庭，会代替会计师走进公司，会代替老师走上讲台，会代替医生拿起手术刀，甚至一切领域都会有他们的身影。可是我依然认为，他们能代替的从来都只是职业，而并非我们人类，因为他们不具备行为以外的思考，也就是情感。好了，关于 ChatGPT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